世界局势因为川普2.0正在急速的改变当中，当川普跟习近平还有跟普京这三方之间的关系正在现在全球检验的时候呢，美俄见面完，马上就是中俄的通话了。这个通话内容刚刚特别提到，除了双方强调友好的关系之外，央视也报道这个对话内容全部都曝光，包括了强调中俄的铁杆交情之外，也针对乌克兰问题加以讨论哦。俄方想要消除俄乌冲突的根源，达到长久的和平方案。那中方也乐见要做出积极的努力啊。问题是接下来乌克兰的命运会是什么？那现在说法是中方已经表示支持开展俄美对话，然后来愿意协助寻找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途径。哇，普京这时候喊话美国咯，乌克兰的稀土矿产价值有待观察。观察这个还不知道有多少，但是这个跟莫斯科无关，你到底要从乌克兰拿多少？但俄罗斯愿意跟美方合作开发稀土矿产，我们多的是像顿巴斯地区这里就可以向美国市场供应200万吨。哇，反正大家都在讲好处，可以给川普更大的利益。而对于川普团队来说，回应这位特使说，如果俄罗斯跟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的话，重要的事先来了哦，先前很多美企呀，或者是欧洲啊，记得吗？当时很多台湾企业也被出征，如果你没有立刻从俄罗斯市场退出来的话，就是对不起民主国家、民主社会。现在美国企业可能都要重返俄罗斯市场啦。那现在也要谈跟欧洲要解禁的各种措施，全部都要回到俄罗斯了吗？美国媒体甚至表示，川普愿意前往莫斯科，在适当时机进行访问，等一切都解决了之后，我就要去莫斯科了，谈更多的合作。而双方各种合作啊、角力啊，在联合国安理会，到底联合国安理会维护的是什么呢？有2个案子同时在安理会表决，一个是乌克兰提出来的，一个是美国提出来的。结果最后呢，美国的版本通过了赞成票哦。这个联合国安理会针对美国提出的乌克兰问题怎么解决，有个决议草案。但当然，乌克兰版跟美国版不太一样。那最后联合国安理会是美国赢了，那么同时把俄乌战争呢决议直接没有提到侵略这2个字。哇，过去质疑多少？谁哪个国家发言的时候没有提侵略是不可原谅。现在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版本里就没有谈谴责俄罗斯侵略的问题，所以乌克兰在欧洲还是有支持嘛，跟美国的立场非常歧义。但问题是还是美国最强势。当稀土说要换军援的最终共识，一开始泽伦斯基是反对的，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报道，他是公开的讲，你这个是高利贷啊。跟我借1要3呐，这个泽伦斯基公开还继续喊，可是到底要不要签，看起来还是非签不可。现在这个川普表示，虽然他的白宫发言人说下周可能俄乌战争要结束，但川普自己比较保守了。这次他是说数周之内会落幕，泽伦斯基已经接近要达成最终共识，但不知道泽伦斯基还会不会怎么拖想要把条件内容做协议。但看起来好像没有空间，就是要马上赶快结束，抵消美国对俄罗斯战争援助的巨额费用。难怪泽伦斯基形容这个叫做高利贷放款现在的要债的来啦。好，俄罗斯外长说，和平协议有个条件，当然是符合莫斯科利益，他才会停战甚至网络上盛传，但这个其实还有待查证了网络上盛传一个消息是，曾经俄罗斯试图透过老鼠来暗杀泽伦斯基，甚至还破获了102个特工网络。无论如何，泽伦斯基现在活得好好的，问题是他的处境呢？是蛮艰难的。川普松口说跟普京谈过什么呢？要接受欧洲派兵的问题。欧洲真的要派兵吗？那是说说而已，还是要如何派？不知道。但马上法国总统跟美国24号在白宫的会晤里头就透露了有这样的谈过。但是呢，马克宏很强调他还是站在乌克兰那边大家的确都希望和平，但是我们不要一份软弱的协议，希望和平协议是经过评估、检查、查核，不代表着乌克兰的投降。但你说现在的版本，不管联合国通过的，或者是川普要求的，根本就只有投降所以欧盟领导人也
冯德莱恩也跑去访问了基辅，强调一定会坚定支持乌克兰，但怎么支持呢？还有35亿欧元还是会给呀。那泽伦斯基回应呢，今年应该是迎来真正长期和平的一年。普京不会给我们和平，他不知道川普觉得要给他们是什么，但是用和平交换其他东西，我们必须透过实力、智慧跟团结来获得和平。这个谈话跟我们赖总统谈话蛮像的，实力、智慧跟团结。但现在乌克兰的处境，连联合国安理会的提案都是这样的命运了。我觉得川普是一个真小人啊，但是欧洲的这些领导人是伪君子。那到底真小人讨厌还是伪君子更令人厌恶啊？我想这个应该要有所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啊？川普说：“我给你钱，然后去打仗，你这个钱要还给我。”那当泽连斯基说：“对不起啊，这是你送给我的，你支持我的，不是你借我的。”那川普不管，反正我就叫5倍啊，我给你1000亿不到，但是我要5000亿回来，这叫真小人，我就是要。那欧洲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是伪君子啊。法国人跟英国人说，我们坚定的支持这个乌克兰要继续打仗，我们也援助乌克兰啊，这些经济援助、金钱还有武器弹药等等。然后呢，欧盟的这个冯德莱恩也说，我们再给你35亿，然后坚定的支持你啊，要继续打仗，你要一直打下去。结果您知道吗？他的要求里面，现在是在我们列表里面没有，它里面有一条。就是你稀土要给我们，这个叫做讲了一堆漂亮的话，然后呢要你继续打，但是你的稀土也要给我。为什么？因为欧盟已经看到美国在抢稀土了，所以他们也都在抢了。法国也要，英国也要，现在德国也要，欧盟也要，都在抢乌克兰的稀土。因为这个达沃斯经济论坛里面他评估乌克兰的稀土大概是12兆美元左右。但是那个稀土到底能不能开采，有没有价值还不晓得。那只是说从人造卫星地质的勘察里面发现，评估大概在12兆。本来乌克兰他们想说用这个钱作为战后重建用的，这是乌克兰最后的一笔钱了。为什么？因为它的西部都是农地嘛，那它东部大部分就是工业用地就是工业比较发达。而它的稀土很大一部分就在东部，有一部分的矿产，像铀矿、钛矿是在西北部。好，所以对乌克兰来说，稀土是它最后的一个保命钱，因为它要战后重建需要好几千个亿甚至万亿。那这个钱从哪里来？就是从这个稀土来。结果呢，美国在抢，然后俄国占有，然后欧洲也在抢。那是不是要让乌克兰永远沦为世世代代的平民呢？我觉得真是很可怜。最后一个，我简单的说，马克龙为什么跑去美国，就是希望劝川普不要通过你的决议案，因为他的决议本已经送出去了。然后所以他要求会改在这个他跟川普见后谈。结果美国坚持要在见前谈，那最后投票的结果在见面前谈，在见面前谈，川普的案子就通过来了。通过以后，您知道是怎么样的结果吗？法国、英国是联合国的安全理事、常任理事他可以一票否决结果这2位老兄不敢否决，只投弃权票，让整个案子通过10-5，厉害吧？是不是真小人？所以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到底有多支持，不言而喻了厉将军。大家都在讲稀土还有矿产大家记不记得一开战的时候，顿巴斯被形容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整个苏联，那个时候还是苏联，整个苏联的心脏地区就是顿巴斯。然后大家记不记得刚开始开战打得很有名一个地方叫亚速钢铁厂？是。那既然顿巴斯又是心脏地区，又是有亚速钢铁厂，那代表什么？就是它所有的矿场很多都是在乌东地区嘛，就是顿巴斯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占领的地方。那试问一下，现在来讲，在乌东地区，就像赖教授所讲的，那边是农业区那矿场很多在这边这个时候，这个川普在那边说，我们要稀土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你知道，普京真的是立刻吃他豆腐。普京怎么回答的呢？我们不在乎稀土，你要就给你，可是我们可以协助你开发。我们俄罗斯有很多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可以共同来开发。那你想想看，
这个泽伦斯基听在耳朵里面是什么感觉？就是美俄两国已经把你这个稀土分了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你美国对不对？我跟美俄两国合作，俄罗斯提供技术就地提炼，因为那个土你不太可能运回美国去。但是我觉得川普会这么急着要这些稀土，要这些矿产，正代表一件事情。这个中国对他断掉这个稀土供应链，对他一定是影响很大，所以他才会急着要这个乌克兰的稀土在这边。所以从这场博弈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现在来讲的话，大家要知道普京他要的是什么，今天已经出来了哈。我们一直想说，川普要稀土，对不对？这边要和平，那边要驻军。我跟你讲，拉夫罗夫在昨天的时候，他在这个土耳其的时候，他讲一句话，这个俄罗斯要什么东西，我念给大家听啊。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说，这个莫斯科要求的是乌克兰军队投降，然后基辅完全或部分的土地让出5个地区，这个乌克兰宣布不再加入北约，并且去纳粹化，成立一个新去纳粹化的政权。所以讲得很明白，这时候已经自己下台。对，不是政府直接换。重点现在他不是说是和谈哦，他就是投降哦。投降跟和谈的定义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哈，这时候普京开出他的价码，那后续来讲，美俄两国要怎么样谈，对不对哈？这我们有得看。可是如果说用老鼠去暗杀泽连斯基，我觉得是不会啦，因为要留着泽连斯基来当做谈判的一个筹码，大概不至于会对他实施暗杀。苑老师。在我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啊，我心中一直有个印象啊，觉得说以这个俄罗斯为首的苏联啊，包含他底下辖下的所有的话呢，他们别的不会，最会谈判啊。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呢，这个川普本身的话呢，他冒犯了这个谈判之前呢的几个重大的忌讳。他第一个的话呢，心急啊，急得很，急得要结束这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单方面的讲了，我答应你所有的要求，人家都还没提要求，他就已经全部答应了。然后第三点的话呢，那俄罗斯开始了陆续提出的要求当中的话呢，就是他讲的，就是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这个很抽象，这个非常麻烦的。那么现在的话呢，导致说它出现了一个3个这个结果非常严重。首先的话，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呢，我不晓得哦，大家在这边聊到俄乌之间的冲突，聊了好多年了，3年了，突然冒出来那个乌克兰有稀土矿啊，那个泽连斯基他还强调说稀土矿有啊，都是俄罗斯在占领的区域啊，你去那边开采啊，原来他态度是这个样子。那现在的话呢，他自己强调过一件事情，说这个约啊，从那个贝森特啊，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财政部长叫他来签约的时候，他说我不能签，这会让乌克兰人10代人负债啊，那个是跟亡国没两样。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他自己强调过，就是说没有乌克兰参加的会议啊，那么这个里面所达成的任何协议，他们都不承认。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句话啊，欧洲人是完全支持这个立场的。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欧洲人现在是借这个机会，我觉得一个是心急，另外一个话呢是欧洲人是老谋深算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俄罗斯之间是静观其看，现在变成说是这个看到美国跟欧洲之间发生冲突。那这个实际上的结果的话呢，就是马克龙跑到华盛顿，英国马上 Stammer 也要去。就昨天去了，马克龙讲到说是你不能软弱，他底下贴到台湾，他你软弱的话呢，会使得大陆对台湾用兵这个话，这特别军事行动是正常的。那他这里面提到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感觉上他并没有了解川普本身要放弃欧洲的决心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然后第3个部分的话呢，我觉得呢，在目前为止，俄罗斯的态度啊，是刚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中国话叫拿翘啊，他借这个机会就是摆出来不说什么，他们两个前后的话呢，但是我觉得大家看一个场景啊，就说明了一切。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啊，跟那个美国的国务卿啊卢比奥的话呢，哇，他们在那个利雅得啊，就是沙特的首都时候在谈的时候，我看那个照片啊，拉夫罗夫像是一个大人啊，那个卢比奥像是个小孩子一样。拉夫罗夫从头第一道讲的话到最后一次讲的话完全一样，符合俄罗斯的利益。那个卢比奥的话吞吞吐吐、紧紧张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里面的视频，就会知道美国现在在谈判当中所犯下的错误。俄乌战争让我们看到什么叫世界的公平正义，还是根本就是强权来主宰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德国变天了，首相总理换人做，因为在这次最新的选举结果里头，保守派的联盟获得了28.5%，
选票胜出。最大的原本的执政党呢，现在还轮到第3哦，以至于本来极右翼是被说被马斯克支持的得票率也还排名第2呢。所以呢，执政党仅因沦为第3的情况之下失去政权，接下来所有的政策当然就必须要由这位新的领袖来阻隔。那梅尔兹是谁？川普特别先去发文表示，好像是他胜利一样，说我们还有更多的胜利，这只是一个开始。他说呢，就跟美国很像啊。德国人也厌倦了没有尝试的施政理念，尤其是在能源跟移民这种议题上，这个状况已经盛行那么久了。对德国而言，就好像美国再度伟大，德国也是伟大的一天吗？问题是，川普这个祝贺词啊，梅尔兹可没有要买单哦，他直接反讽酸他说，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马斯克是多次公开支持极右翼的另类选举党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党。之前马斯克讲了什么啊？先看看，搞清楚再说，好不好？看看最近几周跟几天，这个叫做马斯克人讲了什么话。所以华盛顿跟莫斯科2个地方的干预我们德国的选情差不了多少，都很严重，都很夸张。这是个严重的指控，也等于说就是川普、马斯克在干预几个德国的选战，而这个选举结果，他可不算功劳在川普身上，好吗？但有很多的川普的施政，尤其是砍裁员的部分，引起了内部很多的讨论。我那真的要一点警语哈。接下来这段影片是政府机关住房跟城市发展部的走廊，所有的电视全部被害，上面放的影片是一个。我要讲这画面是被假造的，但是非常的难看。先看看画面，再来聊。哇，太可怕了！这个画面是川普在舔马斯克的脚趾头，这真的是恶心，而且动作非常刻意的做成非常猥亵的 AI 的合成画面。为什么会有这种画面？你看看这个画面是在走廊拍起来这个是政府机关的走廊，一直不停的被播放这种吓人的画面舔脚趾，怎么回事？证明绝对是 AI 造假，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影片？政府机关的荧幕全部被害还是说公务人员要被裁的人放了？不知道，因为呢，光是最近马斯克下令裁4000多个职位，光旗下所有的10多个计划就被害入系统。这个组织住房跟城市系统有多少人因此不满？用有 AI 合成的假画面去攻击，好像也不稀奇但德国总统梅尔兹，我们再来研究他是谁。他刚刚也对川普跟马斯克的关系很不以为然那他说，从打选战开始以来，就是以企业家、企业式企业家的形象，当然跟地产商不太一样嘛，对不对？主张不管是社福还是气候有个首要的条件，要提升德国的核心竞争力，救德国的经济。更进一步，还提出上任以后要提出100日计划，包括企业经营的思维合理的，包括裁员也是一样还有整顿整个开支，都是他的重中之重。所以，因为德国的经济有多差，我相信他的这个主张也影响了选民的决定。德国的经济从2024年企业破产案率已经达到了比同期过前一年的成长将近1/4，22400家，2015年来最高水准。同时，专家也认为这个破产趋势252年会继续下去，未来有越来越多会破产、失业，经济数字的衰退。商报更预测德国会面临10年的经济停滞。由目前所有数字来看，所以当这位总理梅尔兹说这个是 midnight 前5分钟，告诉大家，在午夜之前的5分钟，我们是觉醒的时刻，要赶快来做出赶紧的因应。过去他跟欧洲里面重量级的人物，可以领导欧洲很长一段时间稳定的梅克尔是老对手。1994年，他也是德国热门的总理候选人，最后因为选举失利也打不过梅克尔，但现在他总算是出文拿到了政权。这一次成为下一任总理之后，未来对于大陆、美国的立场会是什么呢？很多专家都认为会采取比萧兹更强硬的对华立场，因为他连抗中这个议题是过去一向的主张。但是不止马斯克力挺的这个极右派的另类选择党呢，还有一个原因，在大陆却受欢迎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议题。接下来美中在德国的算盘里是什么角色？但德国之声报道这个所谓被马斯克挺的原因是有一个主席他的各种视频就是很强硬有重振带着德意志重振雄风等等的，引起了社交软体的媒体上播放很多的次数，很多的欢迎。那因此呢，
德国接下来准总理就警告了哦，最后信不过川普，欧洲必须要赶快自主站起来，才是接下来欧洲最好的反应嘛？苑老师，对不起，赖老师，我个人是觉得默茨他表面上装起来是很强悍的样子啊，但是重点是在于一个国家的大小跟实力，还有你的科技能力，决定你有多少能耐的问题。这个默茨要跟美国较量。说这个我们在北约我们不会再让你予取予求了，所以我们要自己组成欧洲的军团、欧洲的军队，就是说欧盟自己要武装力量。那问题就在于你有多少能耐可以做？欧洲的27个国家会都站在你这边吗？应该不会例如说北欧的国家波罗的海，他们还是宁可在美国的保护伞下。那东欧的若干国家像波兰，不见得就会站在你这边。然后你是纳粹的德国，过去你是纳粹，在科尔时代，他还紧跟着这个密特朗，所以相对来讲不会那么凸显。而你现在如果要成为欧洲的领导人，那法国跟英国，英国或者其他的国家会不会重新对你德国的企图心再思考一下也就是说，你有过去军国主义的历史，你现在又要重新来展现你的领导力，那我们本身不见得是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他本身对于美国的强硬，还有他对于欧盟想要起领导作用，那到时候法国跟意大利是不是一定会买单？我其实也是蛮怀疑。另外，您提到他跟中国大陆，他可能也会强硬，我们还是要问的是，你有多少能耐？也就是说，你的经济体也不过是中国的1/4不到大概就是1/4那你的经济体只有大陆的1/4，你的人口数8000多万，大陆14亿人口。然后你的整个经济虽然目前来讲，你跟美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你跟中国的贸易额，那因为过去中国是你最大的贸易伙伴，可是你的车在大陆越来越卖不动了，你的东西越来越卖不动的时候，那你本身如何对中国大陆强硬？我猜这个部分里面，其实我都抱持了一个很高度怀疑的态度。最后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因为他30天内把政府组起来，以目前他们的结构来看的话，那两个党或许重新计算选票之后，两个党或许就是跟社会党重新组成一个政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是苑老师。我讲2件事情因为我们哲学界原来大家都很乐意的，尤其是留德的替德国做广告那个德国呢，感觉上呢，他们呢在德国留学回来以后就处处的不但强调德国人的理性规矩，还最强调德国的严谨所以说那个我基本上我在这边讲，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留德人都非常严谨非常某种程度来讲有点无聊了就非常德国人就是这样。我自己有个同事是德国人嘛，他也是各方面他自己非常以他的无聊为骄傲了，就是这种态度那么我在这边讲的话呢，绝对无意贬低但是后来的话呢，我发觉德国本身是衰败的非常厉害。就我跟我那个同事在聊的时候，他有一次我们刚好有个演讲嘛，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说哇，我们印象当中对德国人印象好的不得了。他说完全不一样了。他说现在的话呢，你在德国目前为止搭火车，原来德国火车是靠准的永远准时很准时，对不对？他现在的话呢，迟到2小时算是好的。真的吗？我不敢相信，这他跟我讲的大家可以查一查我们系上这他听我告诉我，而且他对面还有2个德国人呢，就说对，就德国真的衰败。所以我觉得说，首先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叫默茨就是梅尔兹他这个上台他本身的过程，这个人的话表现得非常严谨非常严肃他是个有钱的法律人喜欢开飞机什么各方面然后呢，我看了半天，我看不懂他讨厌那个梅克尔在哪里。我觉得梅克尔很好梅克尔在任16年，这是德国最兴盛的时候他所有的政策，我们在节目里面强调的时候，我们对德国人的话呢，常常希望有一段时间是希望德国现在这么乱的话，希望梅克尔回来。很多这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的想法。是。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默茨的这个想法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政治没有记忆力，尤其是国际政治没有记忆力。没有谁跟谁是好朋友。那个川普整天讲我跟谁好，我跟谁好，都是假的。政治里面只有利益。所以大家记住这件事情，因为德国本身来讲的话呢，号称是欧洲的火车头，但是整个在欧盟里头，真正在联合国有地位的是法国，是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不管他的表现怎么样另外的话退出来的是英国
那德国本身来讲，号称经济最大，除此之外的话，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一个侏儒啊。战败国呀！我们有一段时间都忘掉了，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我在这个去欧洲读书的时候，西德还在啊，我还那个时候借着去西德还去过东德啊，那看到那里比较的差异啊之大我会觉得说，只要德国生产的，大家记住啊 ，MIG 啊 ，Made in Germany 就是代表品质啊，大家都愿意买单了，所以德国是一个出口大国。好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德国的政治的话呢非常混乱了。现在的话呢，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来是一个大党啊，原来基督教民主党他那个西啊是那个基督教民主党是个两个党派，莫尔兹的这种讲法啊，他这种基督教党的话，现在变成最大党，也不30%不到吧。那另外现在最严重的是他那个魏德尔啊，爱丽丝·魏德尔的话呢，出现了德国的选择党的话，因为的话呢，德国选择党爱丽丝刚好本身啊，大家查一下她的这个身份啊，是原来希特勒时代最有名的法官的这个孙女啊，不管怎么讲啊，让人家产生一种极为强烈的印象，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纳粹时代的记忆力又出来了。我跟你讲啊，国际政治没有记忆力，但是国内政治全是靠记忆力。但选票就拿得多，因为有马斯克的支持。没错，台湾也不例外。哎，将军，我觉得这次俄乌战争哈，确实是有几个国家从中获利啊，获利最大的国家叫美国，但有几个国家打得最惨的，当然首当其冲的是乌克兰，其次我认为是德国最惨的哈。你看到他北溪2号这个被炸了以后，话也不敢讲，对不对？也不敢去抗议，然后就变成必须要跟美国买这个很贵的能源，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其实在军工产业来讲也吃了闷亏哈。这闷亏一吃，他也没办法讲。你知道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提供给这个乌克兰战车哈，然后叫谁给他呢？大家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在从德国买的这种豹2战车拿去给乌克兰，然后这些国家把这个他们的豹2战车给乌克兰以后，他们美国叫他们用什么战车？你们把这个战车，德国战车给乌克兰，我美国的 M1 给你们。其他国家一想，很好啊，对我豹2换 M1 很划算了。但你有没有想到吃亏最大的就是德国，他真的是吃了闷亏，因为这个你一旦这个国家你换了 M1 美制系列的战车，你就回不去了，你知道？你不管零附件的保养、工人、技术各方面来讲，你就必须采用美式的整个美造的系列。所以整个来讲，俄乌战争我们看得到的是它的能源被美国削了一半，另外它的军工产业客户又被抢走了，也被抢走了。因为最重要的是这个它的这个战车的产业，它最强。德国大家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豹2战车嘛，也被美国抢走了。那你剩下来的是什么呢？那你说一般民用的企业来讲，我们可见的，包括它现在不管是宾士啦、双 B 轿车来讲的话，由于它没有往这个能源车方向来做发展。那再加上美国的关税制度来讲，它的现在车子也卖不到美国去。那你说德国现在怎么办？全世界大家其实欧洲已经够惨了，欧洲里面最惨的就是德国。所以我觉得这次他能够当选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能够改善我生活嘛。所以他既然主张这个能够以经济为主来挂帅，我相信他应该是这样做。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最新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来看看南韩一个最新的意外消息，大家看了触目惊心，在瞬间突然崩塌了南韩的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呢是要首尔到新首都正在兴建的高速公路，看看现场画面。就在南韩的天安市首尔世宗高速公路行经路段，据传当时正巧进行桥墩施工作业，没想到却出了严重的意外。당국은 다수의 인명 피해가 우려된다고 보고 조금 전인 10시 15분 국가 소방 동원령을 발령했습니다. 당국은 현재 소방 장비 18대, 인력 53명을 투입해 구조 작업을 벌이고 있습니다. 这一看就是监视器的画面，远远的拍到上空突然整个桥垮下来，哇，吓坏人了！就这样软绵绵的塌掉，发生什么事？因为这是一条通往这个新首都首尔到新首都之间正在兴建的高速公路。目前报道至少有10位建筑工人遭活埋，3死7重伤。还好当时的兴建当中没有其他真正已经通行的车辆，但这么重大的意外，最近南韩的灾祸还真不少，包括了济州空难，记得吗？56天前发生的，造成了179人的
的死亡，这么大的空难事件，现在韩务安机场总算再度的允许这个培训机起降了哦，整个民韩客机要到4月18号才能正式的恢复正常。而南韩整个政局恢复正常了吗？来看看尹锡悦的戒严之乱，因为他已经被逮捕了，而这个弹劾案呢，还要宪法法庭追认确认是有效，所以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已经蛮长一段时间的庭审哦，一审再审哦，他出席。有时候是由律师诉讼代理，现在还要看法院怎么决定，因为过去也不是没有前例，也有曾经过宪法法庭认为还是合宪，他的弹劾案不成立，所以显然尹锡悦还抱最后一丝希望。他虽然还有检方的司法诉讼要面对，光宪法法庭这一关会不会过，近期就会有决议。但以南韩目前战略位置来看哦，它北边当然有北韩啊，还有俄罗斯啊，西面有中国大陆啊，现在美日一挡三吗？哦，南韩所占领的角色，对于美军过去曾经爆发这个韩战极力死守，当然是跟地理位置有关。大家关心韩国接下来政局的发展，美国跟他的关系掌握的程度如何？而当然美国跟普京见面啊，看起来就是很和乐融融啊，要共同决定乌克兰命运啊，分赃利润吗？要把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给分化吗？来看看最新的通话，就是习近平跟普京通了电话，告诉大家说，哎呀，中俄才是真朋友吗？那因普京俄罗斯这里所发表的声明是说，发展对中关系是俄方的战略选择，绝对不是权宜之计，不受外部因素干扰。外部是谁啊？他一目了然。而中方的回应是说，中俄关系是相互支持的真朋友，不受第三方影响。两国的发展战略跟外交都是长远的，所以预计双方除了这样的通话之外，也会有实体面对面的习普会。俄罗斯驻中国大陆的大使还透露，在5月访问莫斯科，也要出席卫国战争胜利的80周年庆祝活动。普京也可能会在9月访中，这才是中俄之间关系真正的面貌。同时呢，俄国大使馆也说，两军会坚守绝对应对挑战，联手来做。因为以过去的布局来看全球的各种《华尔街日报》的地图一摊开来看，这是现在中俄在全球2023到2024、2003到2024各种类型的联合军演，空中、海上通通都有。这个遍布北从阿拉斯加到台湾周边甚至中东附近通通都有。这表示中俄在军事上面合作是非常的密切。而在越南的部分，最近在有一些紧张的关系，包括南海、菲律宾越南也是，他突然公布说北部湾心基线的这个地图表示主权所在。那中国大陆也立刻以实弹演习来回应。这4天的演习呢，直接针对这附近来行使主权，叫做主张法律基础。而日本防卫队也对于2架中国运9的飞机，同样的路线经过冲锋水道进出太平洋表达关注。那么认为这是这个潜在的议题，对于这个跟菲律宾的合作强调，还特别国防部长飞到菲律宾去吗？不是吗？给予支持。但是未来还有很多的议题，包括日本外务省通过政府发展援助要提供贷款而建造的菲律宾的各种的巡防舰、巡逻舰等等的，南海这里的争端，还有与蠢蠢欲动的关系，包括了美国的印太司令示警说解放军呢在台海增长的速度增加到42旅。根据他们的兵推，甚至可以形成一个1600公里这么宽的死亡闭锁。他认为以军事上来看，这个闭锁范围之广，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对于台湾来讲，或是对美国印太司令、印太地区要来掌握来讲，会是非常大的威胁。那老师，现在看看南韩状况平成。我觉得这个高速公路的新建中到底是设计错误、力学没算好，还是说有偷工减料或者是有什么样施工上发生上的失误？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工程上的一个灾难一定要去调查清楚。我想韩国他们也不会把这个事当小事来看因为这么重大的一个伤害。韩国多事之秋真的。我们也看到了尹锡悦发动政变台湾当时有个政党还开心的不得了马上在他的这个政党所属的这个脸书上马上就呼应了最后发现不对，全世界都在谴责这样的一场政变。它确实是一场政变，
他要逮捕国会的领袖、国会的议长、副议长，还要逮捕所有的各政党的领袖。这个是实质上的要进行军事接管。一个总统发动政变，那如果宪法法庭最后还是不弹劾，这个韩国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也就只能尊重了。反正那是他国的内政，但是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国家的法律跟宪法法庭是有问题的。就果然证实了就是说原来是大法官是谁任命的，他就是考虑他任命者的权益，因为大部分是尹锡悦任命的，是对。那这个我们也会担心那在台湾怎么办？那我们当然也会很担心，就是那如果台湾有哪一个总统想发动政变，要逮捕在野党的国会议长还有政党领袖，然后都要逮捕，然后到处去搜捕人，然后军事接管，然后我们说要提出弹劾，结果大法官是他任命的那这个时候也弹劾不成，那我觉得这个岂有此理嘛？所以这个简直是荒腔走板。但是如果一旦这个弹劾案没通过的话，搞不好绿营的这个国会或者是他们的某个脸书又祝贺了没有通过，他立刻恢复总统职权对，然后可能会不会我们台湾的那些当初呼应他的政党，会不会马上就恭贺他发贺电吗？发贺电真是很难说对不对？那就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说我也可以一样画葫芦来这样办理我觉得目前来讲，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个特朗普川普大家看得好清楚，就是川普的目的，他可以得罪乌克兰，可以得罪整个欧盟、北约等他的所有的盟国，他可以让亚洲的很多国家对于美国的不信任，他都要去讨好普丁。那他的战略目的，我想连《华尔街日报》都说，那就是一个阳谋嘛，就是联俄要制中。但是由于中俄之间的关系太好了，不像以前冷战时期是三角关系都是相互猜忌跟敌对的，但是现在情形是中俄的关系很好，所以他的第一步一定是让他们的信任关系产生变化。那信任关系产生变化就是多一些猜忌，那所以川普不断的在讨好普丁的时候，大家就会认为说内部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猫腻、妹妹嘎嘎，会不会有不可告人之处？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暗中的磋商然后给你普丁一个你不可抗拒的条件，那你一定会接受的条件，然后来去跟中国大陆怎么样？这种传说当然多少会有。然后美国的阴谋者就开始会不断的散播，然后让中美之间裁决。我想有一些网民已经开始有一些开始疑虑了。好，就在这个时候，你看两国的外交部长，就是美俄的外交部长在利雅得谈完了。谈完了以后，这是部长级的谈，谈完了以后一定会把文本送回去跟他们的总统做报告，最后两国进行元首最后的磋商，拍板定案。所以普丁就选在俄乌战争3周年的那一天，跟习近平通了一个电话。这代表什么？代表我没有变，我没有变，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好。川普的挑拨离间不会成功。所以我跟你保证，还有通话内容主要是跟中国说我们通话讲了什么，我们通话讲了什么，那你信任我，绝对没有问题。非常有意思。好，苑老师怎么看？好，我接着这个话题讲就是有关于这个大家都已经在谈了，因为美国对普丁的让步简直是出乎大家的想象这普丁没有要的他也给普丁要的他更给那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大家会认为说，整个美国的态度180度的大转变的话呢，很自然有人会想到逆季辛吉反尼克松的这种做法那什么叫做逆季辛吉呢？就是说是从1971年开始的话呢，美国的外交策略是以联络中国、美中和谈的话呢，要对付苏联的情况下，我在这边的话呢，就是要强调几个条件说明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太可能。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大家要看得出来。那个普丁过去的3年虽然说是2月24号嘛，能够昨天了，就是这3年下来的话呢，这个俄罗斯也吃了不少亏无论在经济在政治各方面都吃了很多亏的话呢，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呢，内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强调内心啊，因为俄罗斯人一直把自己当成欧洲人啊，就欧洲人不喜欢俄罗斯人啊，认为普丁长得不纯啊，认为绍伊古根本就是东方人啊。我跟你讲，这种侮辱非常大，这是种族主义啊。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美国跟俄罗斯之间他们的生命的命脉相似点太大了，他们相似点2点，第一个是国防，第二个的话呢是能源啊。请问大家，那个美国靠卖武器赚多少钱？那世界第2大卖武器的国家刚好就是俄罗斯啊。对不对？那他们是商业竞争呢。那美国的话呢，现在这个川普上台要强调美国本身要卖油啊，油价要低啊，什么美国各方面。那世界最大的能源出口国，那油跟气，那刚好又是俄罗斯啊。他们在经济上、利益上有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然后第3个部分的话呢，大家要搞清楚啊，那个中国跟俄罗斯之间是边界很长啊，就长到简直不可思议啊。他们之所以称之为靠背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地缘上的关系啊，而刚好他这边的需求的话，就是中国的制造可以提供俄罗斯所有在短期内来不及生产的东西。俄罗斯的能源包含木材啊、牛肉啊什么所有东西，刚好就弥补了中国的需求啊。这包含那个土地啊非常肥沃啊。而且的话呢，另外我要再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目前为止，俄罗斯跟中国本身在军事上的行动，你们接下来不管是对澳洲也好，对越南也好，对菲律宾也好，我请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俄罗斯甘愿当小弟啊。大家要注意看啊，俄罗斯小弟什么呢？俄罗斯会派船来，去日本是老早就去了。俄罗斯本身来讲的话呢，在军事上的行动跟中国在演习，在南海演习，在澳洲外海演习，这种事情的话呢，都极有可能发生的。另外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目前为止的话呢，经过这个长期的发展，他要认为说中国本身是靠得住的、相信的。为什么？谁敢相信美国啊？各位观众朋友，你拿眼睛看亮一点啊！美国4年后变成什么样子又不知道了。谁敢相信美国？美国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来源呢、中国是一个稳定的来源，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底气增加啊，他自己的底气。所以你这边强调说是他这个所有的事情，动不动的话呢，飞机出去了，实弹出去了，军舰出去了，这一切的话都要展示秀肌肉啊。那个帕帕罗他本身来讲，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啊，说人家很厉害，美国很不厉害的情况下，他想要一点国防预算，他要得到吗？啊，美国国防部自己都有问题了，对不对？李将军怎么看中美在军事上越来越频密的合作？其实我特别讲一下，解放军中俄，抱歉，我更正一下。中俄之间在军事上的合作，其实我觉得中俄来讲的话，现在很明显的几件事情，如果说是大家都担心说是这个美国会不会挑动中俄之间感情，其实我讲3个理由就不会吧。第一个，美国你能够给俄国什么吗？你要挑动，你一定有给你好处嘛。那现在美国来讲，我们现在大家都看到认为说是这个川普在极力讨好普京哈，可是我个人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这时候哈，其实是这个美国哈是在这个求普京。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打仗之后的和谈一定是打谈嘛，谈打嘛。但现在战场对普京是非常有利的。那这个川普又急于结束这场战争，所以他竭尽可能的来讨好普京哈。大家不要以为他在讨好普京是为了分离中国，我觉得讨好普京他只是为了结束战争，让他可以抽身出来。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就像是苑老师刚刚讲的，现在利害关系是什么？是这个美国自己川普来讲的话，你除了不能答应普京的要求，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现在来讲的话，你失信于所有的盟友了嘛？你如果这一局来讲，你想搞下去，所有盟友都不信任你，包括北约都不信任你，然后甚至于日本、韩国是不是还能够信任你是一个可靠的盟友？你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一个国家安全的保障？当大家别的国家都不信任你的时候，那你想想看，这些国家会去信任谁？假如说我为了我国家安全，包括欧盟，我跟你讲哦，下一步就是大家向中国靠拢了。你现在来讲，欧盟这个冯布莱恩已经讲出类似这种话了嘛？这个包括泽伦斯基，他最近也在讲话，口气中也在跟中国示好。那我在讲这个第3点。你知道现在来讲的话，俄罗斯要求于谁？有求于中国。除了说刚刚苑老师讲的天然气之外，还有其他方方面面，它尔后战后的重建啊，甚至于在金融上面，它的这个俄罗斯的卢布是不是能够有机会交换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不太容易去挑动这个中俄2国的感情了。那中俄2国来讲，在军事上面来讲会更加的信任，更加结盟，因为他们来讲，现在俄罗斯他也没有力气把军队转用到这边来，对不对？转用到这边来，那你对
他现在目标是放在欧洲那边嘛，那中国也没有力气去对付你俄罗斯。中国来讲，目标这个军力现在很明显是放在我们这边所谓的这个南海、东海这边这一线。那我补充一下，现在来讲，解放军训练能量增加到42个旅，这真的是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台湾要注意到，他从1个旅增加到42个旅，他是什么？他不是这个兵力那么多，而是他的训练能力，我可以同时42个旅集合在一起训练。那前兄，你知道我们台湾陆军或讲陆军最大的能量一次训练多少部队？你知道吗？1个营。对啊，我想赖老师应该知道，我们分为驻地训练，驻地训练就是这个班排训练嘛。那你要拉到基地里面，要到进入基地，你才可以连跟营的训练嘛。最后3军联训也最多就是1个营配合海空军的作战训练，也就是你这个营要能够跟海空军联训。那只有1个基地，我们现在只有3军恒春的联训基地可以做得到，那只有1个营的能量啊。那现在如果说是解放军，他原来从1个旅的训练可以提升到42个旅的训练，代表他的训练能量很大。那为什么可以训练能量很大？大家不要光看这个数字，代表他后面的教官很多。对不对？他会教的教官很多，他的指挥能力很强，他的通讯联络是都没有，后勤资源什么都没有问题，所以才可以同时达到42个旅的同时训练。也要很有纪律，这是非常重要一个指标，一个国家战力很重要一个指标。他42个旅可以同时训练，也就是说42个旅可以同时作战。1个旅概率我们算5000人来讲的话，它可以20万人同时作战。那这20万人，我相信不是都是陆军啦，可能包括海军陆战队，包括空降部队，也就是战区了。对，它就是一个战区啊。这个战区对付谁？对，很明显，就除了我们台湾、日本、菲律宾哈，整个再像它的现在来讲，我们看到画这个图，2000公里，这2000公里包括它的东风26、东风17，还有这个最担心的日本。它的预警机能够侦测范围，可是我觉得帕帕罗讲的太客气了，有些东西他没有写进去。你知道我们预估敌人的战力，你不能预估现在，你要往前推10年了。10年之后解放军是多少战力，你才能规划你未来的作战的构想以及你建军的方向。未来10年，我相信解放军歼轰36一定出来，歼轰36出来以后就不是2000公里了，它就是到这个3000公里了。它如果东风27出来，就不是关岛快递了，那叫珍珠港快递了。那如果说是它空警600，你现在它列的只是这个空警这个600哦，它如果说是它空警3000，成军来讲，它的雷达侦测距离可以更远，再加上它的歼轰36，它就不是打你第一线的战斗机，它直接打你后面的加油机、预警机，它就直接打你那边。那你想想看，你后面的预警机、加油机都在人家的攻击的打击的目标之下。那你还有3000公里的这种防卫距离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现在光2000公里，我们台湾已经被画在里面了。这个不是我们台湾画的哈，是帕帕罗画的，也不是解放军画，是帕帕罗画的。那试问一下，我们国防部哈，现在这个在那边嚷着要去买购武器啊，那我们要去检讨一下，要买什么武器？你可以破2000公里这个死亡的画的这条范围，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突破？这个封锁圈，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这2000，我们可以开辟一条怎么样一个安全航道，在战时的时候，让不管是美国或日本愿意支援我们的军队，可以从突破2000公里的运送的距离送进来，有没有可能做得到？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是，假如说要买武器，我们要去思考的是这个问题：这个安全航线怎么开辟？对不对？怎么样确保我们在这个圈圈里面画一条线出来，哈，画一条走廊出来？那我们军中叫做安全走廊，让外国的物资可以送进来。死亡闭锁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怕。那我们要安全走廊，是必须要因应。休息一下，马上回来。